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新劇啟然引爆期待，這次她能打破轉型魔咒嗎？在當下的內娛生態裡，轉型幾乎是每一個女演員繞不開的命題。而對於35歲的譚松韻來說，這個命題已經從選擇題變成了生存題。近期有消息傳出，譚松韻正在接觸年代劇《啟然》，雖然項目仍停留在初期階段，主創陣容、劇本細節都尚未官宣，但僅憑年代劇加譚松韻這個組合，就已經足夠引發行業與觀眾的雙重關注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太需要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轉型代表作了。如果回顧譚松韻過去10年的演藝軌跡，你會發現一個頗為矛盾的現象。一方面，她是公認的少女感天花板，無論是校園劇還是都市甜寵，她總能用那張極具親和力的娃娃臉和自然不做作的表演，輕鬆拿捏觀眾好感。但另一方面，這種優勢正在反噬她。隨着年齡增長，觀眾的心理預期發生變化。當一個35歲的演員依然在舒適區內打轉，違和感就會被無限放大。今年3月播出的《我的山與海》，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爆發。為了貼近角色，譚松韻做了大量準備，減重、素顏出演，體驗基層勞動，甚至深入工廠流水線生活。從職業態度來看，幾乎無可挑剔。但問題在於觀眾不買賬。不少觀眾認為，她在劇中飾演的中年女性企業家缺乏厚度，不僅外形與角色存在落差，連情緒表達也被評價為過於輕柔，缺乏壓迫感。更尖銳的聲音甚至指出，她不是在演一個經歷過生活碾壓的女性，而是在模仿。雙引號，這種評價對任何演員來說都不算溫和。對於譚松韻的轉型困境，多位業內人士給出了相對理性的分析。某影視表演指導在採訪中指出，觀眾對演員的認知是有路徑依賴的。譚松韻過去10年建立的是安全、溫暖、無攻擊性的角色形象，現在她要演強勢、複雜、有社會閱歷的女性，本質上是在打破觀眾長期形成的心理模型。雙引號，換句話說，不是她不會演，而是觀眾暫時不相信她能那樣演。另一位資深制片人則更直接，她的問題不是演技，而是類型綁定。這種綁定一旦形成，就需要至少2到3部成功作品才能打破，而失敗一次，成本就會被放大。雙引號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《我的山與海》的口碑爭議會被放大成轉型失敗的標誌性事件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啟然的出現就顯得格外關鍵。從題材上看，年代劇具備天然的優勢。第一，受眾覆蓋廣，從年輕觀眾到中老年群體都能找到情感共鳴點。第二，敘事空間大，人物成長線更完整，角色弧光更明顯。第三，獎項友好，相比古偶、甜寵，年代劇更容易獲得主流獎項認可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年代劇逐漸成為演員轉型的必經之路。但問題是，這條路現在已經擠滿了人。2026年被業內稱為年代劇大年，超過30部同類型作品扎堆上線。從楊紫、白宇到黃景瑜，大量演員正在向這一賽道遷移。競爭的殘酷程度，不用想也知道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啟然對譚松韻來說，不再是試試看，而是必須成功。圍繞譚松韻是否能靠啟然實現轉型，網絡上的討論同樣呈現出明顯的分裂。支持派認為，她的問題不是能力，是沒遇到對的角色。她的演技一直在線，只是劇本拖後腿。娃娃臉不是原罪，關鍵看表演細節。雙引號，甚至有粉絲表示，
他比很多所謂實力派更自然，情緒更真實，只是觀眾對他太苛刻。雙引號，但反對派的聲音同樣不小。35歲還在談轉型，本身就說明問題。氣質不對就是不對，不是努力就能解決的。她適合的是生活劇、治癒系，不是年代大女主。雙引號，還有更直接的評價：如果啟然再失敗，她可能就被徹底定型了。雙引號，聽起來殘酷，但這就是娛樂行業的邏輯。如果非要把問題說透，那譚松韻目前最大的瓶頸其實只有一個：觀眾不信。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僅靠更努力是不夠的。從行業角度來看，他至少需要完成3點突破。第一，角色去濾鏡化，不再追求討喜，而是接受角色的瑕疵與複雜性。年代劇真正打動人的，從來不是完美女主，而是有缺點、有掙扎的人。第二，表演去安全感。他過去的優勢是穩定，但轉型期最忌諱的恰恰是太穩，需要更強烈的情緒表達，更明確的人物立場。第三，形象去保鮮感，不是簡單變老，而是建立新的氣質標籤，比如沉穩、克制，甚至鋒利。如果把譚松韻的處境放到整個行業來看，你會發現她並不是個例，而是一個典型樣本。同樣處在30加階段的女演員，幾乎都在經歷類似的身份重構。有的人成功跨過去了，有的人還卡在半路，還有的人乾脆掉頭回舒適區。先說成功案例，某一類演員選擇的是順勢而為，他們不強行對抗外形，而是順着自身氣質去拓寬角色邊界。比如從溫柔延展到隱忍，從少女過渡到母親，觀眾接受度就會更高。另一類則是強行破圈型，直接用反差極大的角色撕掉標籤，比如從甜妹跳到反派，或者從都市劇轉向現實題材。這種方式風險極高，但一旦成功，收益也最大。但問題在於譚松韻目前兩邊都沒踩穩，她既沒有完全順着自己的氣質深化類型，也沒有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反差突破，於是就卡在一個尷尬的位置，想變，但又沒徹底變。這也是為什麼觀眾會產生彆扭感。很多人喜歡把演員轉型失敗歸結為演技不夠，但從市場數據來看，事情遠沒那麼簡單。根據近2年電視劇播放數據和口碑反饋，有幾個趨勢非常明顯。第一，觀眾對真實感的要求大幅提升。所謂真實，不只是表演自然，還包括人物邏輯、成長軌跡、社會環境的可信度。第二，人設疲勞正在加速。過去那種完美大女主一路開掛的劇情，已經越來越難獲得高口碑。第三，演員的氣質匹配度被無限放大。觀眾對角色的第一判斷，往往來自外形與氣質，而不是台詞和表演。這3點疊加在一起，對譚松韻來說，其實是雙重壓力。她既要解決氣質不匹配的問題，又要在更高標準的內容環境裡證明自己，難度不用多說。聊到這裡，就必須把焦點從演員個人轉移到作品本身，因為現實很殘酷，再努力的演員也救不了一個爛劇本。從業內經驗來看，一部年代劇能不能成功，關鍵取決於3個核心因素。第一，劇本結構是否具備清晰的時間線與人物成長邏輯，能否避免流水賬式敘事。第二，人物塑造是否真正做到人的複雜性，而不是標籤化、工具化角色。第三，導演風格。年代劇尤其依賴導演對時代氛圍的把控，一旦失真，整部劇都會崩。如果啟然在這3個方面做不到位，那譚松韻就算拼到脫層皮，也很難翻盤。說白了，她不是在跟自己較勁，而是在跟整個項目質量賭命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
為什麼我的山與海口碑兩極分化會被解讀成轉型受阻甚至鎖死路線？答案很簡單，輿論常喜歡極端結論。在社交媒體環境下，中間態幾乎沒有傳播力，還可以一般般，這種評價沒人願意轉發。但翻車了，不行了，徹底失敗，這些詞才有流量。於是，一個本來可以被視為階段性嘗試的作品，就被包裝成關鍵失敗，而演員本人也被推到一個更危險的位置。這對譚松韻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，但又無可避免。再來看一個更微妙的層面，粉絲與普通觀眾之間的認知差異。粉絲更關注的是努力與態度，在他們眼裡，譚松韻為了角色減重、體驗生活，這些都是加分項。他們看到的是他在突破自己，但路人觀眾更直接，他們只看結果，好不好看，信不信，有沒有被打動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前期付出基本不會被納入評價體系，於是就形成一種很典型的撕裂。粉絲覺得他被低估，觀眾覺得他被高估，而這種撕裂會進一步影響口碑走向。轉型期最難的其實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心理問題。一個長期被認可的演員，一旦進入被質疑階段，很容易出現兩種極端反應：要麼變得更保守，直接安全角色；要麼用力過猛，導致表演失衡。從目前來看，譚松韻正處在一個相對危險的邊緣。他已經意識到需要改變，但還沒有完全找到穩定的方法。這也是啟然最值得關注的一點。他會不會在這部劇裡找到那個剛剛好的狀態？如果把譚松韻未來3到5年的發展路徑做一個推演，大致可以分為3種走向。第一種，成功轉型，通過啟然或類似作品建立新的角色認知，進入實力派女演員行列。第二種，半轉型狀態，能接觸更多類型角色，但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原有標籤，處於可替代但穩定的位置。第三種，回歸舒適區，重新回到甜寵或輕喜劇領域，維持市場熱度，但上限受限。哪一條路更可能發生，取決於一個核心變量：他能不能讓觀眾相信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只能演少女的演員。結語，這不是終點，而是分水嶺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譚松韻正站在一個非常典型的行業節點上。他既不是初出茅廬的新人，也還沒有完全進入成熟演員的穩定區間。他的每一次選擇都會被放大解讀。啟然如果成功，他將完成從少女感代表到實力派演員的跨越；如果失敗，他可能會被重新歸類為類型受限演員。聽起來像賭局，但娛樂圈本來就是一場巨型概率遊戲。最後說點不那麼冷冰冰的結論，他其實不缺能力，也不缺拼勁，缺的是一個能讓觀眾重新認識他的角色。而這種角色從來不是靠計算得來的，它更像是一種運氣。當然，人類一般把這種運氣叫做爆款。